那这边有这几个颜色是我这次想要使用到的颜色。那我大部分都已经洗过了，所以这里面的珐琅其实没有很多。我们每次要烧的珐琅要用多少就洗多少，我们不要一次洗太多，因为放太久，它之后你还是要重复这个步骤，所以我们就要用多少就洗多少。然后这个是透明珐琅，而其他的可以看到这个是看到我的试片。不是每一个珐琅烧出来都跟它的颜色看起来一样，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个试片。这个试片我用的是铜的底，然后你会看到我这一层是下面贴了一个银箔，意思就是说我如果烧在这样子的东西上面，我的颜色就会接近这一个。那我如果是直接烧在红铜上面，它就是最左边的这一个颜色。那中间的这个颜色是透明釉，就是我如果烧在铜胎上面有一层透明釉的上面，我如果烧这个蓝色，它就会是中间这个颜色。那如果你比较常用金，你也可以再贴一个金箔，把这个饰片做大一点，贴金箔，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釉上在金箔上面是什么颜色。基本上，只有透明的，因为珐琅有分透明跟不透明。那我只有会在透明的珐琅上面，我会做银箔的测试。那如果是像不透明的珐琅，像这个，我也有在上面这边加一层银箔，但是不透明的珐琅基本上是遮盖力是比较够的，所以，我的银箔的这一块也看不出来。这个也是，这个其实都有上透明釉跟银箔，但其实它们差异其实没有很大，特别是银箔的部分。所以不透明的珐琅基本上，你看到的颜色其实它差别只有直接上在铜上跟上在透明釉上的差别。下次我可以再做一支做珐琅饰片的影片，跟大家说我是怎么做饰片。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做我们的掐丝珐琅咯。在上珐琅的时候，我会建议说，你可以有几种不同尺寸的那个画笔，比如说像这支，它是000004个0的，其实应该是最细的水彩笔。然后它的毛比较短，它就会比较强韧，它不会太细长，然后你没有办法把它均匀的涂在你想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个四个0的这个画笔，我觉得是比较好使用在比如说像这样子这么细的缝隙的地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我最近看到在美甲材料店，我发现美甲材料店有很多适合做珐琅的工具，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我觉得十分的有趣。不知道有没有喜欢做美甲的朋友也对珐琅有兴趣？因为我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是可以共用的，包括我买了很多小小的像这样子的小罐子，这个好像就是拿来放一些美甲的小零件的。然后还有像是，我觉得像那个剪指甲的那个剪钳，就也可以拿来剪掐丝。还有
我是在网络上看到的，它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小工具，像是可以那个一个台座，可以把指甲片放在上面，固定在上面，然后在那边彩绘的那个小东西，它也可以拿来放我们的珐琅小饰片，或者是珐琅的那个金属胎。然后，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你的胎体腾空，然后我在上面。珐琅过筛的时候，你才不会因为它贴在地上，你拿起来，然后你的手去碰到了这个胎体的两端，然后这两边的珐琅就被你弄坏。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架子把它架起来，像这样子，就是你可以拿夹子，或者是拿那油画刮刀、小铲子把它铲起来，然后送到珐琅炉。我觉得都会蛮好用的，我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如果大家对珐琅有兴趣的话，因为我知道学精工的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对珐琅有兴趣，但是在精工领域里面，你要让金属上色，其实方法也是有蛮多的啦，就是都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跟不同的工具，所以我觉得去学珐琅就等于是在另外再学一个新的技术。如果你已经有精工的底子的话，这个的帮助就是你可以有比较大程度的造型的发挥空间，因为你比较知道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造型去让你的珐琅更符合你想要的效果。那如果没有学过精工的人，如果来学珐琅，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像是另外一种绘画的技巧，或者是装饰的技术，其实真的跟美甲有一点像。所以，如果对有美甲师对珐琅有兴趣的，也可以来看我的影片。那我这边会先上我这一层蓝色的透明釉，然后其实你不一定要照着你的图稿，你可以随性的发挥。其实珐琅它的颜色，你现在看到的色粉跟它烧出来的颜色其实都会有一点不一样。然后这也跟你烧的厚度，你珐琅的厚度跟你叠加的层次的颜色也有关系。所以这个可能要靠比较多的经验去累积，你才知道这个颜色烧出来会是什么效果。然后我们第一层不要上得太厚，我们一层一层慢慢叠加，特别是在你不是那么确定你的这个颜色烧起来的效果怎么样的时候，我宁可让它保留一些我可以稍微调整的空间。我可以在第二层或是第三层的地方去叠加其他颜色，让它更接近我想要的感觉。然后这个是蓝色的不透明，它有一点接近宝蓝色。不透明就比较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啦，就是大概就是你看到什么颜色，它烧出来大概就是那个样子。但是这个地方我想要做一点点晕染的效果，有一点层次的感觉，所以一样我们不要上的太厚。那晕染的诀窍其实就是你要有足够多的水分，你的水分足够多，它就可以用水的流动把珐琅粉互相的交融在一起。当然它不像水彩画，你涂这个颜色加那个颜色会变成另外一种颜色，它其实就是粉跟粉交错。
它不会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它就是有点像点画法，就是视觉上的颜色融合，它不是实际物理上的融合。好，这边这个角度我有一点看不清楚，我把它抬高。那平常我在家里上发廊的时候，我会带放大镜，我可以很专注的看到我填色的地方有没有需要加强。我底下会垫一张那个厨房纸巾，随时我要洗，我觉得我水分太多，我可以稍微洗一下。然后你们在切换任何颜色的时候，记得你的笔一定要洗干净。其实真的就跟画水彩画一样，你就把它当成画画，其实没有这么困难。然后洗发廊的这一个步骤，我之后有机会也再拍影片给大家看。每一个新的技法，它其实要学的东西其实蛮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发廊当成一个不同的领域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它更接近绘画，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你对自己的手艺蛮有信心的，其实你都可以尝试看看。它只是一个不同媒介的转换而已。我这边有一个蓝色的，稍微有一点点没有那么透明的蓝色，我想把它加在这里。不同粗细的发廊，它的颜色也会不太一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刚买来新的珐琅粉，就是你从不同的原料商那边买到的不同的珐琅粉，它基本上都不会特地的去帮你塞到非常的细，所以大概就是60到80目。我说塞网的那个粗细，大概就是60到80。那我们在做透明珐琅的时候，在上透明珐琅的时候，我们会先清洗珐琅粉嘛。那这个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它塞得细一点，再来洗。那有的人也会，就是从60、80、100、200、300这样子，它有不同的塞的那个粗细，用这样子塞粉的粗细来控制它的渐层，这样子也是另外一种蛮有趣的做法。珐琅的做法真的非常的多，我也不是一直都在做珐琅，我还是以精工为主比较多。之所以最近这么的频繁在做珐琅，是因为我要开一个课程是跟珐琅的技术相关的，所以我必须要做一些教材，还有一些课程的企划，所以我又开始拿起我的珐琅，最近一直在玩。再加上最近有比较凉一点啦，在烧珐琅比较不会觉得那么痛苦。夏天真的非常热，不是只有焊接才会热，烧珐琅那个炉子的温度，真的是会让整个室内温度增加好几度。OK， 然后我现在这个鸟的本体
大致上我上完第一层了，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可以稍微轻轻的敲打我的边缘，你可以看到我的发廊在流动。它比我刚刚填的有高有低的那个层次又稍微平缓了一点哈。那因为我这个地方嘴巴跟眼睛我会上不同的颜色，所以我必须要先把它的水分吸干。你拿一张纸巾，轻轻的靠在旁边，把水分吸干。那刚刚经过敲打，你就会看到我这个地方空了一块。因为我刚刚是利用水分去让整个发廊做晕染，所以水分一多就容易涂得不够。所以经过敲打，透过敲打的方式，我可以再稍微补足一点，不要让底下的银胎露出来。好，再敲一下，再吸干。好，接下来我来上嘴巴。那其他的部分我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上，因为这个过程有一点多，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边看我花时间慢慢上，除非你很有兴趣，就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下次就拍一个大概2、3个小时，在这边慢慢上发廊的过程给你们看。我可能就看到打瞌睡。那通常我们填完发廊之后，一定要让它完全的干透，再进窑去烧，不然它很有可能因为没有干透，然后导致里面有气泡。当我发廊上完发廊之后，我就会把它固定在铁架，就是要进窑的，待会要进窑的那个铁架上面，像是这样子的三脚架，我就会放在上面，然后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然后放一个罩子，不要让灰尘跑进去，然后让它干透，大概放个1天吧。然后它干透以后，你就可以进窑去烧了。那如果你刚好现在已经在开炉了，那我们就把填好的珐琅直接放在炉的上面，直接让炉的升温的温度把它烘干也可以。
基本上已经大致都上完了，但是我刚刚有说我会填完一个区域的颜色之后，我会稍微在旁边敲一敲，让这个颜色可以融合的更均匀。但是现在因为我的背景已经上完了，我不希望它重新再融合一次，因为我怕这边过度的颜色也会重新的被晕染开，特别是交界的地方，如果我的丝有一点点小缝，它就很容易从背景的颜色跑进去那个它不该去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会再敲它了，因为我们接着还会再上2、3次，就是重复一样的步骤，所以第一次我就是上一个基本的底色，这样就可以了。那我们接着就可以去把它烘干，来看一下这个颜色，中间这个看起来像白色的部分，它其实是这个颜色，它烧出来会是有一点桃红色的感觉。所有发廊里面红色的温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容易会烧过头，它最后烧出来的颜色可能会比想象中再深一点。没关系，我们就到时候看看它出来会是什么效果吧。接着就烘干等静摇吧。Hello， 各位，这个是我们已经烧过的第一次的珐琅，第一层珐琅。然后下面这个是云母片，我就没有用铁架了，我直接放在云母片上面烧，它就不会粘珐琅。然后第一层，其实颜色蛮鲜艳、蛮丰富的。然后刚刚说的这个红色的部分，它其实，变得有一点点焦糖色，我觉得还蛮意外的，蛮有趣。接着我们就要再重复刚刚的步骤，全部重来一次，在第2层，然后第3层。那我们就继续吧。这个是烧第2次，继续吧。Hello， 各位，我们回来了。这个是我们烧了3次的珐琅，基本上就是一样的颜色，然后反复的烧制，烧到第3层。我觉得烧到目前这个状态是跟我的丝的顶端比较接近，所以可以停下我的烧制工作。接着我就要把这些丝跟珐琅全部打磨到同一个平面。我觉得这个烧的颜色还蛮不错的，很鲜艳，跟我的图稿还蛮接近的，比我的图稿还鲜艳。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接着去研磨它吧。